大家好，欢迎来到思维健康。最近有朋友问一个问题，就是补充 B12会不会致癌因为呢，他们经常在网上看到有这样的标题和信息说吃这个 B12呢会导致癌症。那 B12呢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一定要管好它。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维生素 B2 的补充到底会不会致癌？长期补充 B12到底有什么样的风险？那么为什么补充 B12对有些人来说呢又非常的重要？在这个视频的最后我们会给大家一些很具体的建议。那我们现在首先来看看 B12的重要作用。B12它是一个人体的必需营养素因为它参与我们 DNA 的合成、红细胞的生成和神经系统功能。你要是缺 B12的话，你就会出现贫血、疲劳、记忆力下降还有呢神经损伤所以 B12呢对我们的身体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身体包括我们的大脑我们的造血系统、我们的神经系统等等。所以呢，在膳食当中补充 B12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长期服用高剂量的 B12可能会增加癌症的风险吗？这些呢有不少争议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研究怎么说。目前呢，大部分的研究表明呢，补充 B12本身，即便是剂量比较大，也不会直接导致癌症但是呢，补充过量血液中的 B12水平呢会比较高，特别是你在没有补充的情况下 ，B12水平升高呢，就可能跟癌症有些关联了。挪威呢有一项大型的研究，它是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它调查了55000名的参与者发现呢那些长期补充 B12的男性特别是吸烟的人，患肺癌的风险有所增加。这里面就有意思了首先他是一个男性，其次呢他是吸烟的人，这两条呢就让他的癌症风险会很大的。但是呢碰巧又是那些长期补充 B12的男性呢据说剂量高的呢它会增加他的风险。那么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吸烟的人群更容易受到 B12代谢的影响，提高患癌的风险。所以对于长期吸烟的人，过量补充 B12呢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什么叫过量呢？就是每天服用1000微克以上这是这样一个剂量。如果你是20微克 B12，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是风险比较低的。希望说得清楚，只是对极其特殊的人群那么它可能会有影响。但是你想这个男性抽烟本身就是一个癌症风险增高的很大的因素，只不过是他补充过量的 B12呢，似乎让这个风险变得更大一些。那么对于其他大部分人来讲， B12呢它是个水溶性的维生素，所以它呢多了以后就从小便中排掉除非你的肾脏功能不好排不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如果一个人他的 B12水平很高，而且呢不是靠补充剂引起的，就可能跟一些癌症有关系了肝癌、肺癌、乳腺癌这些癌症呢是因为疾病引起的 B12的代谢异常，而不是维生素本身的致癌作用，这一点一定要很清楚。比如说发表在美国医学杂志上、JAMA杂志上研究呢，高 B12水平的人，这个高 B12水平是指不是补充的造成的高 B12水平，而是你没有原因的 B12水平就高，在未来的5年内呢，患癌症的风险呢明显增加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莫名其妙的 B12水平增高呢作为一个癌症风险的预测指标，倒还有点意思那么癌症患者中血液的 B12过高，这可能是肿瘤本身体内炎症导致的代谢紊乱。换句话说，这个 B12升高不是导致癌症的原因，而是癌症的一个结果，是由肿瘤细胞和体内炎症导致的代谢紊乱。所以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说，如果没有补充 B12，
却检测出 B12 水平异常的升高，就需要进一步检查，排除潜在的肝病、肾病或者癌症。长期服用多少 B12 才算是会增加风险呢？对普通人群来说有一个推荐剂量是普通人，比如说成人每日是 2.4 个微克，孕妇 2.8 个微克，轻度缺乏的人50到200微克，严重缺乏的是500到1000微克每天，通常都是短期补充。那如果是长期服用，每天超过1000微克，特别是没有明确的疾病的情况下呢，可能会有一些健康风险。但是我们讲过正常情况下它就被排泄掉了，不会在体内积累那么高剂量呢，在吸烟的患者中呢，会增加癌症的风险、肺癌的风险对不吸烟的人来讲就没有这方面的风险问题。所以呢，正常情况下，在没有 B12 的缺乏，长期大剂量补充都不可取。但是我要说一点，我们现在对 B12 的这种推荐的剂量也好检查的正常范围也好，那是非常普通广泛的人群这样综合出来的一个结果。但对于有神经系统问题的精神方面问题的、皮肤方面问题的造血系统方面问题的人，那么你需要的 B12 的量可能就和别人不一样所以这个大剂量和正常剂量、推荐剂量，那都是一个统计的概念，而针对一个个体来讲，标准呢也是个体化的。所以呢，一定要在这方面有很有经验的医生呢，帮你做判断和决定。为什么 B12 过高会跟癌症有关系呢？我们讲过 B12 它参与 DNA 的合成和细胞分裂，如果体内癌细胞存在的话，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讲呢，这个癌细胞的增殖就会很活跃。另外呢，就是肝脏、肾脏损伤了以后这些疾病呢都会导致癌症。总而言之，这种情况下 B12 的增高它是一个疾病的结果不是一个原因那么从你来讲，我们怎么样安全的补充 B12 呢？是吧？那么这就是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判定首先呢，看看你有没有慢性疲劳有没有贫血有没有神经系统方面的记忆力的问题，是吧？情绪的问题等等。第二呢，你要做一个检测检测你 B12 的水平在正常范围之内，有很低到很高，是吧？几百到几千。那么这样一个范围，那你说我希望在一个比较中间的一个更理想的一个范围，那么这个要考虑。另外呢，补充呢，也不是说一补充就长期补充下去，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和身体的反应呢，及时的做调整。我们要把营养素当成药一样来对待，而不是说它是营养素，多吃少吃没关系长吃短吃也没关系你吃多少我吃多少也没有关系，其实都有关系我们真正的生物医学的药物不应该是药厂制造出来的药，而是我们的营养素，它来自于食物来自于补充剂。所以呢，对待它们也是要非常严肃的。对于正在补充的人来讲呢，我建议呢，你每6个月检测一下这个 B12 的水平。对于没有补充的人也要检测，因为你出现了突然的 B12 的水平增高的话，你要排除潜在的疾病要做进一步的健康检查。那么 B12 补充和癌症风险的真实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做一个结论。第一，维生素 B12 本身不会直接致癌长期的高剂量的补充可能在特定人群，男性吸烟的人当中增加他的肺癌的风险这些人的肺癌风险已经很高了，但是可能会变得更高一点。那么如果 B12 的水平异常升高，它常常是肝病、肾病或者癌症的一个信号，但不是造成他们的问题的原因。那么对于安全补充 B12 的关键就是要个体化，要适量要定期检测要不断的进行调整这才是安全补充 B12 的关键。好，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呢，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呢，也在这里提出来，我们在以后呢进行讨论。因为补充 B12 呢
就牵扯到一个选择的问题。所以在以后的视频中，我们会跟大家介绍 B12都有哪些种类，怎么选择 B12的补充剂，还有哪些食物里面含有哪一种 B12，那么对你很重要。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你可以不断的得到这方面的知识的更新。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